管它黄河去何龙，荒凉它一梦，风云在变，洒向人间是缘由。望一叶扁舟，任我去遨游。小小遥遥天地，我尽自由。共饮一杯酒，人间本来情难求。相思啊难了，豪情再现，乱云飞渡人间游。画一叶扁舟，谁愿与我共逍遥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不如与天尽自由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不如与天尽自由。观世音菩萨观尽世间事，聆听世间苦。我李洞宾在这里祈求观世音菩萨救救费长房。他并非像二郎神所说的残暴野性，而是因为丧妻之痛，一时悲愤过度，情绪失控，才会铸成大错。试想想，他费尽千辛万苦才把妻子救回来，还期望能生个像真娘那么好的女儿。一个充满幸福的人，突然之间失去了一切。换成是别人的话，你说他能承受得了吗？为什么上天总要让好人受尽那么多的苦？为什么天庭要有那么多的天规和戒律？为什么神仙就不可以有七情六欲呢？当年观世音菩萨断臂救父，感动了苍生百姓。人们之所以尊敬观世音菩萨，是因为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普度众生。今天我吕洞宾在这里祈求观世音菩萨给费长房一个公道。我对天发誓，只要费长房一日不归，我吕洞宾就在此叩头不止。启禀玉帝，费长房只是一个凡人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错？潘钟离，费长房不是普通的凡人，他是铁拐李的徒弟，别人可以犯错，他不可以。可是他突然遭到灭门惨祸，他的情绪是可以谅解的。难道天庭就不可以网开一面吗？他的情绪可以谅解，但是他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。启禀玉帝，我想众仙无需再为费长房求情了。天有天规，他鞭尸就要遭天惩。二郎神，费长房编的是通天教主的那般恶魔，他只是替天行道。如果他编的是通天教主的尸体，我无话可说。可是那几具只是无知的凡人，他如果有先性，应该以德报怨，感动他们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不应该如此放纵情绪。众仙家稍安勿躁，且听听太上老君有什么话说。老朽无话可说，看来这一切都是天数，八仙注定要应的结束。哼！太上老君，不要把什么都推到天数结束去。为什么不说是师门不严，他就是如此冥顽不灵的徒弟？就是嘛，如此徒弟还敢位列仙班，岂不是贻笑天下？电母，你敢说你从来没犯过错吗？去年秋收季节，你们两位神仙为了一点小事吵架，胡乱打雷闪电，暴雨连连，害得农民一年的收成都被大雨冲走，你们也没被处罚。你胡说什么？放肆！蓝采和，你是什么身份，敢如此说我？我说的是事实嘛。众仙家，别忘了此乃凌霄殿，请克制自己的情绪。观世音菩萨到！参见玉帝。观世音，你不是在紫竹林修炼吗？
为什么突然来凌霄殿？我来是为了费长房的事。什么？你也来为他求情？区区一个费长房，居然劳动到观世音菩萨来求情啊！非也，我来是为了让众仙家看一看下界凡间对我们的怨言。吕洞宾对天发誓，若费长房一日不归，他就叩头不停，直到费长房消灾解难为止。我始终都相信，人间有情，苍天有眼。好一个人间有情，苍天有眼！吕洞宾真乃至情至善的人间汉子。善哉善哉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吕洞宾为救朋友，连自己的身子也不顾了，可见他愿普度众生的决心。我等修炼成仙，不也是为了普度众生吗？如今费长房劫数难逃，我等岂能袖手旁观？那不是连个凡夫俗子也不如？观世音菩萨说的没错，可是费长房不是普通的凡夫俗子，他是铁拐李的徒弟，若能度化成仙，将来便会位列仙班。可是此人心高气傲，屡次辱骂天庭，烈性难改。如果不严加惩罚，将来他位列仙班，如何臣服于天下？就是嘛，有此先有，我也休之与共。说来说去，都怪我，所谓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我动了费长房，是我的错，要罚就罚我。我因砍了一条腿，待我夺费长房赎罪。呀！哎呀！铁拐李，何苦要这么做啊？何必如此呢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放我回去！快点放我！你们到底有没有天理？如今恶魔当道，你们不去抓，却抓我这个平民百姓，你们有没有天理？快点，放我回去！够了，费长房，你触犯天条，死不悔改，还在这里嚷嚷什么？我根本没有犯错。我又不是什么仙人，犯有什么天条？你死到临头还不认错，亏你师父还为你求情，自愿断腿赎罪啊！就是嘛，你师父本来只有一条腿，如今再断了一条腿，他不叫铁拐李，叫双拐李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这样的？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要罚就罚我，关我师父什么事啊？人家说你师父教不严，乃师之惰，不肯学道是我自己的事，与他何干？我要去见玉帝。长房，以前闯祸闯得不够吗？你再这样闹下去，恐怕连你师父的命都保不住。就是啊，他被押去天牢，等候刑罚了。呀！哎，长房，放肆！南天门是你能闯进的吗？我不管什么南天门、北天门，不还我一个公道，我就拆掉所有的门。你有这个本事吗？看你心浮气躁，学艺不精，连门都进不了，如何位列仙班？哼！今天我才看清楚，天界不过是虚假无情之地。我根本不屑位列什么仙班，只是我师父对我的恩情，我实在无以为报。他为我断足，今天我就为他断臂谢罪。你干嘛这么傻呀？是啊。树枝，算你有一片善心，难怪众仙家都为你求情。幸好你不负众望，救回你一条命。刚才啊，我真的为你捏了一把冷汗呢。那我师父现在怎么样？你师父没事，我们只是试探你而已。是啊，都是吕洞宾为你祈祷，才会感动观世音菩萨为你求情。我二郎神也非铁石心肠、蛮不讲理之辈。念着众仙家与观世音菩萨为你说情，他们无非是想度化你早日成仙，就看你能否接受他们的一番苦心，或是你本质是顽劣之辈，饥饿难改。
二郎神，你说这话是多余的。刚才他都肯为他师父断臂求情，这就表示他还是个念情之人，孺子可教也。是啊，有情之人必有善心。你把他交给我们，他日定能度化他成仙。虽然他死罪能免，可是他活罪难逃，要如何处置他？我回去禀报玉帝再说。走。喂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啊？他的意思就是去跟玉帝告密喽。哎呀，管他告什么密嘛，费长房免死不就没事了吗？玉帝没说赦免他的罪，就表示他还有很多苦要受。长房，长房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多谢观世音菩萨显灵，多谢观世音菩萨显灵，多谢观世音菩萨显灵。不是观世音菩萨显灵，是你吕洞宾真情感动天，才能救我费长房一命。我说过，人间有情，苍天有眼。你费长房吉人天相，一定能逃过劫难的。吕洞宾，我费长房今天能结交到你这样的朋友，就算下阴曹入地府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好。来喝酒，长房兄免死罪，我们大家来干一杯，来喝酒。蓝采和啊，我们现在哪有心情听你唱歌喝酒啊？我看见大家都绷着脸，想让大家开心而已嘛。开心，你师傅怎么教你的？他师傅是孙悟空，他当然是有样学样喽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学你师傅那个猴样子啊！我喜欢呐。你是神仙就要有神仙的样子啊！万一你有什么差错啊，人家会讲你的师傅的啊！没有。哎，你千万要记住啊！教不严，师之惰。管理兄，千万不要误会啊！我不是讲你啊，不讲就是讲，讲就是不讲，这有何分别？如果刚才不是管理兄你使用苦肉计自断条腿，玉帝怎么会被你感动呢？玉帝不是被我感动的，而是被吕洞宾感动的。应该要感谢观世音菩萨显灵，玉帝才会网开一面，让费长房去当地仙。什么地仙啊？我说是鬼仙啊！将来别说是位列仙班，连天界啊也进不了，你说惨不惨？当鬼仙啊，总比魂飞魄散来得好，你懂不懂？讨厌！唉，师傅带入门，修行看个人，很多时候啊是教也教不了的。以前他不想修炼成仙，这一次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本来以为八仙早日归位，就可以铲除通天教主这个妖魔。如今这一劫，八仙何时才能归位？长房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虽然你口里说入阴曹地府也无悔，可是你心里却是千百个不甘心。毕竟之前你家庭美满，母慈妻贤，如今落得入阴曹地府当鬼仙，的确是委屈了你。我不是委屈，只是想起真娘生前在明月下一针一线为我做的布鞋，我一直没穿过。如今明月依旧，布鞋犹在，人事却已全非。佛家有云：缘起缘灭。你夫人如今已不在人间，表示你们两人的缘分已尽。如果你要修炼成仙，首先你必须学会要忘掉过去，学会了无牵无挂，
放下一切尘俗杂念，你的妄念少了，心清净了，智慧自然就会增长。我自然没有慧根，对修炼成仙我也没兴趣，我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只想过鱼水之欢，天伦之乐。难道这也有错吗？为什么我要遭受天谴？你没错，这只能怪命。你命中注定要成仙，现在上天要降重任在你身上。你要知道，成仙的过程绝不是你想象那么容易的。别说了，我就是不想成仙。为什么不干脆让我死掉算了？来世，我还可以跟真娘再做夫妻。你以为你还能跟真娘再做夫妻吗？你再这样执迷不悟，你不但不能再投胎转世，还会害了真娘。长房兄，我不想再跟你谈什么道理。你再不收敛你的脾气，不只会害你自己，也会危害你的亲人。长房，你我相知相识，即使你不想修炼成仙，我也希望你有一番修为，别再鲁莽冲动、自暴自弃。以你的资质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大器的。请两位仙友放心，长房再不孝，也不会再连累大家。大家对我的恩情，我有机会必当报答。至于成什么大器，我不敢妄想。不过我答应两位，凡事我会忍气吞声就是了。你的母亲和真娘都已经投胎转世，他们生前积德积善，下来三世一定会投胎在大富大贵的好人家，这点你不要担心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到无牵无挂，无欲无求。你要真正领悟，千万不要强忍才好。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，管理兄会送你到阎王殿去。等你当了鬼差，就真正和阳间的恩怨完全断绝。你一定要记住，种善因，得善果。阎王升殿，费长房下跪。费长房，奉玉帝懿旨，费长房因犯杀戒，执迷不悟，祸及众生，罪不可恕，贬为鬼差。你要记住，你拿了阴阳令，就是阴阳使者，要尽忠职守，循规蹈矩地掌管鬼域的律法。费长房接令。这里是阴界与阳界分界的桥，人死后成鬼，去阴界的必经之路。一过了奈何桥，前世就割断了。我没有杀人了，我没有杀人了，我哪有杀人了？为什么判我入18层地狱啊？你是新来的鬼差，你到底会不会办事啊？如果你没有杀人，我就让你看看你过去所做的冤孽。那个人不是我，你们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，你们悔改，带他进18层地狱。别忘啊，别忘啊！我说鬼差大人啊，我可是个良家妇女，从不出门，又怎会讲人家的坏话呢？哎呀，我家的三小姐那副克夫相啊，又怎么可以嫁给王公子呢？她一嫁过去啊，一定会3天克大姑，5天克小叔，10天克家翁，100天克家婆。她夫家的人一定都被她克死。你虽然足不出户，却能妖言惑众，害得三小姐上吊自杀，把她拖下去。大人饶命啊！多谢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费长房才得以重新修行。吕洞宾，是你真诚所致，费长房才能得救。参见观世音菩萨，是众仙相助，洞宾只是尽微薄之力。你们几位仙人能相辅相成，我也宽心。他日8仙能否归位，也全在于你了。菩萨言重了，洞宾修行尚浅，
论资历，铁拐李、汉钟离、何仙姑他们成仙都比我早，还有师尊太上老君，更是我辈望尘莫及。洞宾何德何能，怎么能担此重任呢？非也，太上老君喜欢云游四海，行踪漂浮不定，八仙中又各有缺点，所以才要你前世东华真人转世来相助。洞宾才疏学浅，要如何相助？请菩萨点化。八仙归位，需要一分功德，一分修为，一分领悟。好像蓝采和，他只是得了500年功力变成仙，论定力，论修行，他还不足以归位的，所以他要你严加督促，多加栽培。菩萨的提点，洞宾必当铭记在心。哎，神仙先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请你帮我们挑一个时辰和方位，以便更好的祭拜河神。你们挑选的这2位童男童女都非上上人选，如果这么贸然的把他们推进河里，恐怕会触怒河神，到时为仙体滔天巨浪，恐怕你们更不得安宁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依我算，你身后这2位童男童女，他们是羊年羊月生，又是亥日亥时命，乃最合河神的心意。捉他们去禁死，才能震桥头，平风浪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不行！什么不行啊？难道神仙的话我们可以不听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话？我们又不知道他是真神仙还是假神仙。我相信他是真神仙。我的跛脚20年没医好，这位神仙用手一摸就医好了。是，我的外嘴也是他治好的。既然他是神仙，我们就该听他的，把他们抓去进猪笼。不要！哎呦，放了我的孩子！放了我的孩子！放了我的孩子！我家3代单传，不要欺骗我的孩子！我不建桥了！各位乡亲，请大家听我说，我知道你们都在为建桥的事而烦恼，还相信要选童男童女去祭河神。可是你们每个人有没有想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骨肉，为什么宁可牺牲别人的骨肉，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呢？桥可以照建，但是不需要牺牲2位童男童女的性命。至于其他的生计，你们需要靠自己的双手，自己去开创。只要你们多行善，天一定会助你们一臂之力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们要求生计是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们吧，前面的这口井可以酿酒。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！以后我们可以用这口井的酒来赚大钱了。是啊，这口井啊，取之不尽啊，到时候我们不用做工了，是不是？酒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尝啊！这哪是酒啊？这明明是水嘛！水？真的是水呀！神仙先生，你别说我们啊，是要靠这酒为生的。对啊，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。你们要卖酒为生是吗？是啊，那就必须靠你们的劳力来养活自己。可是我们不能像您一样能够把井水变成酒啊！酒不是变出来的，是酿出来的。可是我们酿不出那么好喝的酒那就靠你们自己不断的学习研究了。我们连酿酒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，怎么去研究啊？你们能分辨出这5谷吗？我知道，这是高粱，这是糯米，这是小麦，这是大米，还有这是玉米。是啊，你都说对了。你们刚才喝的井里的酒呢，就是由这5谷酿成的，配上了曲霉，然后在发酵池里面发酵，经过70天以上的发酵期，然后再用揉熟的陈泥封酵，这样就可以保证酒香浓郁，就可以酿成酒气喷香、浓郁无双的5粮液了。这么麻烦的呀？是啊，等到你酿好了酒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对呀，你们想要不劳而获是吗？好，我教你们点石成金术。你看我黄金了！哎呀，神仙先生，多标点黄金给我们啊！我也要啊！我也可以把你们变成黄金人哦。不要！你。不要！
吓死我了！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学会了点金术，那黄金还有什么价值呢？人心莫贪，贪多必失，懂吗？所有东西要靠自己努力得来才会有价值嘛，你们才会懂得珍惜。这么说你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没有啊？对，先生说的对极了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嘛。至于酿酒吧，我也该试试看。不如我来试试啊！来，我来帮你。真气煞！费长房竟然还能做鬼仙，他应该被判入18层地狱，永不超生。有了费长房在，后患无穷。都是那个吕洞宾可恶，他还未入仙班，观音竟然会听他的话。他可是东华真人转世，身负重任，助八仙归位的。哼，八仙，现在只有几只小仙。张伯乐好吃，汉钟离好赌，何仙姑冲动，蓝采和那个懒惰成性的小喽啰，我才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呢。希望你别太轻敌，你可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只要教主教我魔功，我一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，要杀他们，何必要用魔功呢？不用魔功，只要把小人参精给吃掉，激发他们的仇恨，心生仇恨就犯了成仙的大忌。到时候，我看他们如何成仙。对，仙人是不能有戾气的。如果他们的仇恨加深，何以为仙呢？教主果然英明。好闷呐，闷死老孙啦！韩仲离、铁拐李，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再不出来，俺老孙就要回花果山啦！哎，青蛙，你好吗？是不是很闷呢？老孙也一样。我们比赛跳远好不好？好了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嘿，你在写些什么？我不给你看。你不给我看，我也知道。你一定是在写“人生”2个字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今天我不学写字，我要画画。好吧，你画好了再给姐姐看。我不给你看，我先给吕叔叔看。吕叔叔，你看看我画的画。小人参精，别吵叔叔，叔叔在练功。你吵他，他会走火入魔的。什么叫走火入魔？来，让我解释给你听啊。走火入魔呢，就是练功时出现偏差，偏离正常现象，严重的话呢，武功会尽废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爷爷跟我说过。那乖乖在这画画，姐姐去采点水果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。青蛙，你跑到哪去了？青蛙，出来呀！哎，吕洞宾，哎呀，吕洞宾，你怎么在这儿打坐啊？刚才老孙在那跳来跳去，没吵到你呀？哈，你还蛮能耐的，打坐就打坐，不像老孙当年就是不定性，才吃了不少苦头。你就不同了，不用被观世音菩萨用金箍圈套住你的头来念经。将来你的道行肯定会比我高。哈，你打起坐来真像你的前世东华真人，难怪啊，牡丹仙子这么喜欢你了。牡丹仙子，她喜欢过我吗？哎呀，我只是想试一试，你是不是在专心修炼？想不到我一说到牡丹仙子，你就动心了。我不是动心。我只想知道我跟他之间的过去。好，老孙也想试一试，你是否真的有仙骨，能不受诱惑？怎么试呢？你用你的3明6通的法力，就能读到你的过去了。我曾经用过3明6通的方法，但是失败了。老孙帮你吧，你心中想着牡丹仙子的样子，口中念着她的名字，就能知道你的过去了。
身为仙人，应该要自立，仙不能动情。你怕遭受到千年情劫，所以你想逃避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是仙人，不是凡人，情字万万不可出口。王母娘娘真是把你给宠坏了。身为仙人，就应该以救苦救难为己任。你在天上的时间短，不知道1万年前那场浩劫有多么惨重。你知道我有多寂寞吗？我不要做什么守元仙子，我只要做一个平凡的女子，有一个疼爱我的相公，就像真娘一样。她虽然哑了，不过还有人疼，有人爱。我的要求就这么简单，你也不能给我吗？我知道你这么做是怕我受千年的劫难，可是如果我不阻止这场劫难的话，不只是费长房、真娘，天下间有多少恩爱的夫妻会被拆散？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？你明白吗？你们上仙呢，都是高高在上的，天规天律我不能改变，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。牡丹仙子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乱了，心乱了，小心走火入魔。哎，是你自己看到的，别说我泄露天机哦。我也回花果山去了，哎，后会有期。吕洞宾，你走火入魔，死定了！你不可以伤害我的李叔叔！你不可以伤害我的李叔叔！不要杀他！你不可以杀他！不可以杀他！好。我杀了你这穿山甲！有什么法宝就尽管使出来吧。我吃了人参精，多了500年的功力，还怕你们？呀！这是他什么时候画的？就在你打坐的时候，都是我不好。要不是我走开的话，小人参精就不会被穿山甲吃了。穿山甲，亏我救了你一命，你竟然兽性不改！我要把你杀了，为小人参精报仇！仙姑，你冷静点。穿山甲皮坚肉厚，他吃了小人参精，已经增加了500年的功力，普通的法器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。只有王母娘娘的定山神针，才能够制服他。对，跟王母娘娘借神针，我现在就去。你不可以这么冲动的去借，王母娘娘她不会答应借给你的。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，她为什么不答应？话虽如此，可是定山神针一旦拔出，就会煽动地窑，生灵涂炭。我相信王母娘娘她不会答应。她不答应的话，大不了我们就去偷。偷定山神针是犯了滔天大罪，可能仙位不保，甚至被贬落凡间。就算被打入18层地狱，我也要杀了穿山甲。为了要除掉这妖孽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可是定山神针巨大无比，要怎么从天庭拿到凡间？我听说过，秘诀就在王母娘娘的发簪上。那不是只有牡丹仙子才能够接近王母娘娘？四季皆春，只可惜却无人结伴欣赏，哪比得上人间四季？虽然有时凄凉，却各有风采。
你约我下凡来，不只是风花雪月吧？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好别致啊！是什么东西啊？唐朝人叫做绳结，干什么用的？在民间，夫妻把彼此的头发剪下来，然后编成了绳结，就是结发情的含义。为什么把它送给我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只羡鸳鸯不羡仙，不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心事啊？我从孙悟空那儿知道了你和东华上仙的事。一入深宫里，无由得见春。题诗红叶上，寄语皆留人。你真的与东华真人不同。如果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帮忙，你肯不肯答应？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会答应。偷王母娘娘的发簪。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很为难，可是小人参精被穿山甲给吃了，只有定山神针才可以制服那个妖孽。如果你肯帮我这个大忙，我吕洞宾今生愿意任你差遣。我若去偷神针，就再也回不了天庭了。我趁王母娘娘没发现之前跑下人间，不就可以跟你享受人间夫妻的结发情了？我到底在做什么？难道忘记了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了什么愿？我刚才说过什么话？简直不是人，连猪狗都不如。洞宾，算了，洞宾，你不要追过来。算我刚才没说过那些话，你回天上去吧。不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等了多少个春夏秋冬，就等你说只羡鸳鸯不羡仙。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这都是误会，全是我的错。我根本没那个意思。你为什么要逃避？你送我这发结，不是要跟我成为夫妻吗？我刚才只是想利用你，利用你去偷王母娘娘的发簪。你知道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夫妻，因为我还要专心修炼成仙。为什么还要成仙？这是天命，天命不能违啊！我以为你跟东华不同，没想到你跟他是一样的，不敢违抗天命，其实是在逃避感情。牡丹仙子，我是因为报仇心切，所以刚才说了那番话。我如果伤害了你，我在这里跟你说声抱歉。杀穿山甲的事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何仙姑会冲动地跑上观天台去偷定山神针，我必须要赶紧想办法阻止她。告辞了。你别忘了，穿山甲也有弱点的。你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让小人参精逃脱？因为你怕水，你连水也怕，如何当天下枭雄？不是这么可怕吧？从浅的地方试起，一定能克服的。水这么浅，还不到我的膝盖。
只要过不了头，切勿死我了。穿山甲，你一定要克服这困难，不会死的，死不了的，我要克服。成功了一半，我一定能克服的。你知道你这么做是犯了天规吗？吕洞宾真的很了解你，想不到你这么冲动来偷神针。吕洞宾找过你？没有王母娘娘的发簪，你们是偷不到定山神针的。而只有我才帮得了你们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再连累你了。上次为了救小人参精，你已经犯了一次天条。如果再让王母娘娘发现的话，你会罪加一等的。如果他肯带我下凡间的话，要我接受多大的处罚，我都愿意。可是他偏偏不给我这个希望。其实你们的事，我也很清楚。不过天规不可违，幸好你们没有铸成大错。对穿山甲的事，我不想连累任何人。如果偷不到定山神针，我宁可牺牲自己，和穿山甲同归于尽。仙姑，我正想找你。你吃了人参精，还在这假惺惺。我什么时候吃了人参精？还想装蒜？为了贪图那500年功力，你这妖精！你骂谁妖精？我为什么骗你？我根本就没吃它。是我和吕洞宾亲眼看到的，你还想抵赖？又是吕洞宾。我答应过你，放了他就不会吃它。为什么我说的话你却不信？因为你兽性未改。我信就算了。我知道我这妖在你心目中根本就没地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何仙姑从来没有救过你穿山甲，你也没有欠我什么，我们恩断义绝。你再逼我，我可不客气了。不要动手。仙姑有难。为什么？落花问卷风帘，我的影子没有家。太阳红树摇动，流浪何时能停泊？黑色忧郁，红色的痛，逃不出你的眼眸。蓝色的星星中花雨，翻不出你的手掌心。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我的心。
沉默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面，